我明明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呼吸法，却能当着上弦12鬼月的面扇无惨一耳光。然而无惨不仅不生气，还要立马给我参茶倒水，指引我穿越到无限城，并意外觉醒了鬼灭攻略系统。只要让无惨恢复人类的感情，我就能成功回到我原有的世界。当我看到系统让我攻略一个没有感情的鬼王，我整个人都麻了。无惨这个倔牛活了上千年都没有改变，我去攻略不死才怪。于是我立即就叫系统给我换一个攻略对象，而系统却告诉我不能改变，必须攻略，还再次强调，一旦我攻略失败或者在无惨死去的时候还没有攻略成功，那我就立马会被系统抹杀。不过在此之前，系统也会给我一些帮助，我可以定制一个物品，还能给自己设定3个符合鬼灭剧情的能力。我思考一阵后，随即就让系统给我定制了一颗青色彼岸花的种子。毕竟纵观整个鬼灭世界，唯一能让无惨手下留情的只有他心心念念的彼岸花。不过就凭这点显然还不够，所以在设定能力方面，我第一个就给自己设定了继国元一的实力，并且还是开了斑纹不会短命的版本。主要无惨是个特别无情的家伙，一言不合就会消灭对手，所以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情况，我的这个设定显然很合理。而第二个设定，我设定让我的血液变得比吸血还要吸引我，并且只有我的血液才能将那颗青色彼岸花种子浇灌成长。这种好吃却不能吃的设定，大家说阴不阴？不过这还不是最阴的，第3个设定才是我的杰作。青色彼岸花的功效是正常，无惨吃了确实可以成为不怕阳光的鬼王，但是那个东西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随着系统提示所有设定全部完成，一颗发着淡淡青光的种子落在了我的手掌上，而紧随其后，我的血液和自身实力带来的改变，让我立即尝试着开启通透世界。果然，就在这时，整个无限城变得极为透明，每个房子的结构也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就凭这点，想要在这个庞大的无限城里找到无惨，也是有点困难。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蛇出洞。于是我立即拉大嗓门：“我的天啦，这里有没有人啊？这里是什么鬼地方？”话音刚落，3名小鬼瞬间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在对着我隔空闻了闻后，他们果然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下一刻，他们立马朝着我快速扑过来。而在我的通透世界里，他们的速度变得极为缓慢，所以在他们还差10厘米就要扑到我的这一刻，我准备立马开赌。救命啊！我不能死，我还没有种出青色彼岸花。此言一出，3名小鬼当场裂开。随着一声琵琶声响起，我瞬间出现在一个房间内，在我面前的是戴着一顶白色帽子的绅士，这显然是无惨，而在他旁边的是刚才使用血鬼术拉我到这里的女于是我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哇，终于见到活人了！是这名戴白帽子的欧巴救了我吗？简直太帅了！我可以给你介绍我的妹妹，你这身行头去相亲，我妹妹肯定很喜欢。刚一说完，一道鬼影带着杀气从天而降，你这混蛋，不想活了，敢戏弄我们无惨大人，信不信我现在就解决你？面对黑死魔的威胁，我丝毫不惧。这位6眼猎奇哥哥，你说白帽子欧巴叫无惨，但是我看他并不惨啊，一身行头高贵无比，我怀疑是你在戏弄他。听见我反摆他一道，黑死魔回头看向无惨，无惨大人，我简直受不了这人，现在我就解决他。黑死魔刚准备对我挥刀，无惨立即一巴掌将他扇到一边。黑死魔一脸蒙圈，无惨大人，你这是？而无惨根本不理他，直接走到我的面前，小子，你敢侮辱我是活人？要不是因为你那句话，你现在已经死了。什么叫你还没有种出青色彼岸花？见到无惨一脸兴趣极大，我就知道他已然上钩。随后我掏出青色彼岸花的种子，就是这个，我们家族一直都在研究。你的意思你会种？我肯定会啊，不然我说他做啥？不过我很好奇，你需要这玩意儿做什么？我刚一说完，无惨立即就向我展示出了他的7根管子，并表示他就是鬼王，还威胁我无需知道，要么种，要么让我死。而我根本就不惯着他。欧巴，你现在这个样子比刚才更帅。不过如果青色彼岸花能够帮到你这个鬼王的话，那我才不种，我才不助鬼为虐。哈哈哈，小子，你很好，上千年了，还没有谁对我这样说过话。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只要我将你变成鬼，我就能读取你的记忆。你不中，现在你就去死吧！就在无惨准备对我发动杀招这一刻，我微微抬起头。如果我说只有我身体里的真血才能种出来，你还让我变成鬼吗？此话一出，无惨立马叫停，并问我什么叫真血。真血就是比吸血还高贵的真血，整个世界就我独一份。小子，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既然你说你的血那么珍贵，那我可是要好好验证一下。如果你让我没有长知识，那你立马死。在得到我的同意后，无惨瞬间伸出一只手，轻轻对着我的头一吸，我的真血立刻就从身体里冒了出来。也就在这一刻，红魔和玉狐立马冲了进来。这时屋内的上弦瞬间坐不住了，分别露出了极度渴望的表情，巴不得下一刻就吃了我。不过好在身为鬼王的无惨有坚定的意志力，只是对着他们瞪了瞪，他们都恢复了正常。通过刚才上弦们的表现，再加上自己的感受，无惨终于相信了真血是存在的。好了，我相信你是所谓的真血拥有者，帮我种植青色彼岸花。当我成为世界的主宰之后，我可以给你分一杯羹。面对无惨给的好处，我并没有动容，而是给出了唯一的要求，只要成功帮助了他就要放我走。主要就算我在做任务，那也总得有个理由说法，不然面对无惨这个少有高智商 boss， 那必定会让他有所怀疑。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要尝试找机会触碰无惨的底线，对他的内心，让他变成有感情的鬼。在和无惨达成合作后，我就开始让无惨给我准备东西。我需要一个能够装彼岸花种子的容器，还有一间能够照到阳光的屋子。听到阳光这2个词，无惨立即就条件反射。阳光？你需要阳光做什么？植物需要阳光才能生长啊！我的老兄，你难道不知道青色彼岸花是在白天才会开花的植物吗？此话一出，全场僵住。再看到无惨那个即将爆发的表情，其他上弦瑟瑟发抖，生怕无惨将他们直接炸毁。
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这话代表什么，代表这上千年他们所有鬼在找彼岸花这件事上就是笑话。晚上找白天才能出现的植物，能找到吗？不过好在身为乐天派的童魔瞬间反应过来，这时他勇敢地走到无惨身前。哎呀，无惨大人，消消气，这不是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得到彼岸花了吗？这上千年，你就当是给兄弟们放的环游全世界的长假，也顺便锻炼了一下我们的实力。说完，童魔回头对着其他上弦挤了挤眼睛，其他上弦秒懂，分别对着无惨拱手起来。无惨大人万岁，万万岁！感谢无惨大人给我们的长假，我们深感无惨大人的良苦用心，我们会对您一辈子忠诚。在找到台阶下后，无惨的怒火终于平息了下来。好了好了，小子，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你说的容器是要什么样的？我叫艾伦，至于容器没有限制，只要能装得下就行。听完，无惨思考了一下，随后回头看向玉壶，就你给我过来。玉壶嘟嘟嘟走到无惨面前，无惨大人有什么吩咐？就是你的那个壶拿来给艾伦用。听完，玉壶瞬间大惊，大人，我的壶可是我的艺术品，这恐怕什么？无惨瞳孔一瞪，玉壶还是在他的威压下妥协起来，随后拿出一个壶递给我，就是这个了。我拿着端详了一下，并开始夸奖玉壶起来。这个壶的工艺确实不错，我堪称顶级。不过我随手用上系统给我设定的功力，轻轻一弹，那个壶就瞬间裂开。不过这个壶就是太容易坏了。而也就是这时，似乎如命的玉壶瞬间大怒：你这混蛋，我的小壶壶，你居然敢弄碎我的小壶壶！你要干什么？还不赶快拿坚固一点的！玉壶再一次被无惨的威压震慑住，尽管心里不情愿，最终还是掏出另外一个壶递给我。这个壶的艺术成分没有刚才那个高，不过可以用。好了，没有其他东西了。听完，无惨立刻打了一个响指，民女看见信号噼啪一响，这个房间立马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带着丝丝阳光的房间。艾伦，什么都给你准备了，你可别耍花样。还有你们一个个的，我警告你们，不能对他动手，否则我让你们全部都挨着体验一遍毁灭重组的感觉。说完，无惨在遣散其他上弦后，他就和黑死谋离开了房间。而接下来我就为种植计划做准备，毕竟现在还不能暴露自己的实力，只能乖乖的给无惨种植彼岸花。不然以无惨这等生性多疑的鬼王来说，一旦知晓我的实力，那他必然会认为我有其他目的。到时候如果他亲自出手，那种力量我不反击就是等死。而我反击后，如果他死了，那我也得死。所以系统折磨我，那我就要折磨鬼。不过尽管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殊不知我还是引起了无惨的怀疑。此时无惨和黑死谋走出一会儿后，突然停下。无惨大人，此人来路不明。确实，我也觉得，我见过太多人类，除了鬼杀队的成员以外，其他人类见到我都是害怕、求饶、跪拜等等。但是这个艾伦，一开始他确实害怕我，不过在和我谈判关于青色彼岸花的时候，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思路清晰，连开始的愚蠢也消失得一干二净。那这个人，要不是鬼杀队的，要不就是带有其他目的。无惨大人，我们得小心！哈哈哈哈！小心？你觉得他能够在我的大本营能对我如何？而且他那颗青色彼岸花的种子，给我带来那灵魂般的共鸣，我可以断定，他那个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我一定会得到它。说完，无惨就让黑死谋离开了他的身边，而他也慢慢朝着自己的住所走去。在回到住所后，他便开始准备休息。这上千年为了寻找青色彼岸花，他可是没有睡过一次觉。而现在找到我之后，他才想到这点。不过当他闭眼之后，却怎么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我的真血和彼岸花。这种极强的执念可是把这个鬼王折磨得不要不要的。没找到彼岸花的时候睡不着，看到了希望了更睡不着。随后他立马起身，既然睡不着，那就观察观察我。要知道无惨作为这里的主宰，无限城里任何角落他都能感知，都能观察。下一步，他发动念力，闭上眼睛。此刻，我为彼岸花种子浇灌的画面出现在他眼前，随着我的真血缓缓流出，无惨的心跳咚咚咚的疯狂加速。就在此刻，红魔、黑死谋、玉壶、半天狗的脑袋也突然探入我的房间，而无惨发现后，脸色突然一变，立马就向他们的脑袋里发出信号：滚开！你们在做什么？谁让你们靠近他的？全部给我滚，不然我把你们给摧毁了！在收到无惨的信号后，这几个上弦瞬间就离开了我的房间，而其他上弦都乖乖回家，只有童魔这个乐天派纹丝不动。此时他也给无惨发出信号：哎呀，无惨大人，别这么激动，你给我们警告过，我们不会伤害他的。我只是觉得艾伦君比较特别，我想和他交朋友而已。听到这话，无惨更加愤怒，因为无惨很清楚，童墨是所有上弦里最危险的存在。别看整天他笑嘻嘻，要论残忍起来，他可是排第一位。而我的真血能让他这个鬼王都感到颤抖，更别说童魔了。他一激动吃了我都是很有可能的。你少来这套，你是什么心思？我难道不知道？你不准和他交朋友。我再说一次，他能种青色彼岸花，青色彼岸花我定要得到。听见无惨的再次警告，童魔立即闭嘴，随后便乖乖的回去了。而无惨的视线再次看向我，此时青色彼岸花的种子发着光，无惨的心情便开始兴奋了一丝丝。不过在看到我翘着二郎腿，仿佛这里是我家的样子，他那颗疑心极重的心又开始发酵起来。下一刻，他响指一打，一只狼头鬼跑了进来，而我这边，我悠然自得的翘着二郎腿。而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早已感觉到无惨一直在监视着你，所以刚才那几个上弦探头看我的事，我也知道，毕竟通透世界360度无死角，那可不是吹的。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要轻松自然一点，不能出现有目的的痕迹。不过就在这时，我的房顶上突然传来嗖嗖嗖的声音，甚至还有一丝丝杀意。我虽然听到了，但我还是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很清楚，又是无惨的疑心在作祟，这是无惨的考验。所以我立马打开通透世界，只见一幅画卷突然出现在我脑袋后面，随后一条狼头鬼悄悄地走了出来。此刻他慢慢地朝着我靠近，伸出狼爪，
看样子是准备对着我的脑袋来一下，而我丝毫不慌，因为我猜无惨肯定也给他下了命令，不能对我下死手。所以就在他对着我的脑袋拍下的时候，我突然做起仰卧起身的动作，那个榔头鬼一抓空，一不小心就摔倒在我的身后。我的仰卧起坐躺下的时候，却刚好将他压着。随后我突然跳起来，瞬间一转身，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东西？你是狗还是狼？而榔头鬼根本不听任何话，起身再次向我扑来。见此，我心里一惊，因为按剧情这只榔头鬼应该是被发现后嘟嘟嘟的逃走才对，而现在他却再次扑来。如果这次我用实力躲开，那必然会引起无惨的怀疑。如果不躲开，我到底死不死还根本不知道。于是我的脑袋开始疯狂运转。就在榔头鬼马上扑到我的时候，我立马想起了一件事，于是我破口而出：“鬼王大人！”什么？听见此话，榔头鬼瞬间停下整身，果然奏效。因为我刚才突然想起的是，就是无惨在所有鬼的体内都下了血之诅咒，只要说他的全名，他们就会立马暴毙。所以普通的鬼只敢称他为鬼王大人，而作为信任度最高的12鬼才能允许说出他的名字。这就是无惨防止泄密和绝对统治的规矩。不过榔头鬼在反应过来后，却发现我早已不见身影。该死，这个小鬼竟然敢耍我！我定要给你点教训。下一刻，榔头鬼鼻子闻了闻，在锁定我的位置后，立马就冲出房间。此时我在无限城里疯狂的跑，在感觉到那榔头鬼快要追上来的时候，我破声大喊：“鬼王无惨，你不是说不搞我吗？现在几个意思？快出来啊！”就在我边跑边想着如何破招的时候，一个黑影突然降落在我前方。此鬼我知道，就是我们的三哥。就在榔头鬼向我扑过来的时候，我故意左脚绊右脚，瞬间将自己绊倒，而榔头鬼也没来得及刹车，直勾勾朝着一窝座扑去。见此，一窝座直接对着榔头鬼就是一拳，榔头鬼瞬间碎裂，我的奸计得逞。接着我看向一窝座，谢谢你啊！我突然的热情让一窝座措手不及。谢我？你谢我做什么？是啊，不知道哪里来的疯狗，一直追着我跑，它的主人太没素质了，居然不好好驯养一下。一窝座并没有听我解释，而是问出了让无惨也疑惑的问题：你不怕我？我正要回答他，一窝座突然下跪：无惨大人！我一转身便看见无惨出现在了我的身后。艾伦，你没事吗？见到无惨那虚伪的笑容，我不屑道：你是在关心我吗？我看你是在关心青色彼岸花的种子吧。要是现在青色彼岸花种子没有了，你可能就一口把我给吃了吧？怎么会呢？你的真血主要太诱人了，你自己也是知道的。目前这里除了一窝座对你的真血不感兴趣，其他的鬼可是极为盼望，所以总有一些不怕死的东西疯了脑。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高智商，果然是高智商，这滴水不漏的回应。如果不是我知道无惨，我会极度怀疑他是提前想好的，而我也借此准备向无惨要一些东西。无惨大人，你把我吓住了，真的，我可是良民，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哈哈哈，这好说，你要什么补偿？我要一床被子、锅炉，还有厕所在哪里？在我说了一大堆生活用品后，无惨也是懵了。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些我哪有？鬼王大人，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一个人类？我可不像你们鬼一样只吃不拉，甚至饭也可以不吃。听见我说的话有道理，无惨点点头。对，我差点把这事忘了。如果我说我这里没有，怎么办？怎么办？那就让我去外面买呗。此话一出，无惨激动起来。艾伦，你做什么？你想逃吗？我又没说一个人去。听完，无惨才放心起来。你的意思是我跟你去？那倒是没必要麻烦你这个鬼王大人。我看还是一窝座阁下跟我一起去就行了。可以，一窝座，艾伦，你一定给我保证他的安全，不然你是知道的。收到命令后，我和一窝座就转身准备出去。而就在这时，我摸了摸口袋，突然再次回头，等等，鬼王大人，你有没有钱啊？难道没钱就不能买东西了？听见无惨的回答，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的大人，我求你了，买东西是要给钱的。哈哈哈，给钱？我们鬼和你们人类可不一样，你们买东西要给钱，我们买东西都是别人心甘情愿给我们东西。无惨的回答让我更摸不着头脑。哈哈哈哈，是吗？这还有人类愿意给鬼心甘情愿拿东西？可以，我就要长长知识，看看你们鬼是怎么买东西的。随后无惨看向一窝座，一窝座，记住，一定得让艾伦长长知识。说完，我和一窝座瞬间离开了无限城。此时来到附近周围的一家商店，老板见到来了客人，他便开始热情招呼，并开始问我要什么。而我在说出了我需要的所有东西后，老板很快拿了出来，客官，总共300。见到老板说出价格，我看向一窝座，一窝座阁下，这怎么说？此时一窝座看向商店老板，钱我们没有，不过这些东西你可以借给我们，我们保证你这里是安全的。听见这话，商店老板像遇到精神病一样看向一窝座，小子，你脑子里想什么？我和你非亲非故，我凭什么借给你？还有，我在这里需要你保护，你们没钱就赶快把东西给我放下，不然我要报官了。见此，一突然伸手一拳将店门隔空击碎，你借还是不借？面对一窝座的威胁，老板瞬间呆住，借，大爷，你说借就借。不过一窝座依然不放过老板，那你到底是心甘情愿还是心里有抱怨？这，大爷，我当然是心甘情愿的，求求你放过我好吗？见到老板彻底妥协，一窝座看向我，看见没有？他是不是心甘情愿的？面对一窝座的操作，我真是彻底懵住。大哥，这就是你们鬼所说的心甘情愿，你就说是还是不是？他有没有说心甘情愿？有，好，你说是就是。一窝座的回答真让我无话可说。俗话说懒得和鬼扯，所以就在此时，在确定我没有其他东西需要后，一窝座就开始给无惨发出信号，让民女将我的物品传送到了无限城。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就是去吃饭。不过在我和一窝座正在找饭店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就是他们在那里，大家快点！